我不是被我的继妹白珍珠推到湖里淹死了吗？这是哪儿？三爷，你醒了。医生说让你多泡泡澡，有利于排出体内毒素。男人，你谁啊？你快出去！你不出去，我报警了。三爷，我是小雪啊。您在华尔街和洋人对决的时候，他们在您喝的水里下了毒药，您都忘了吗？华尔街，洋人，这都什么和什么啊？我竟然变成了男人！拿镜子。哦，三爷，镜子来了。傅景慈，看来我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傅景慈身上。傅景慈，傅氏财团三少爷，天才商人，凭借一己之力，让傅氏财团在纳斯达克狂赚100亿美金，整个华尔街都为之震动，被称为华尔街之王。而且他十分毒舌，整个金圈上到各大集团股东，下到员工保安，没有不被他骂过的。你为什么会重生在他的身上？三爷，是属下没用，那些给您下毒的华尔街巨鳄，把自己的关系撇得干干净净的，推了个替死鬼出来，而且他们背后还有更大的幕后主使，我还没查到是谁，是我太没用了。原来傅景慈被外国人下毒毒死了。既然我重生到了傅景慈身上，那真正的傅景慈是不是在帝都锦江别墅我的身体里？准备一下，明天回帝都。是。敢打我！打的就是你这个臭不要脸的贱人！在华尔街跟那些老外斗智斗勇，喝下一杯茶之后，莫名其妙就成了女人，还要应付妓女的挑衅，简直荒唐透顶。白真心这贱人，之前懦弱的要死，是锯了嘴的葫芦，被人骂我绝对不还嘴。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毒舌？难道是我推他落水了？我遇到过很多请求，但请求让我证明自己是贱人，倒是真不多。我成全你。前年你和你妈第一次到我家的时候，知道我对芒果过敏，偷偷在我吃的蛋糕里放了芒果粒，导致我差点因为窒息死亡。厨房的陈婶的小孙子被你控制住，不得已给你顶锅，我替他扇你一巴掌，你服不服？去年你假装好心说带我去滑雪，暗戳戳的在我经过的雪道里放了捕兽夹，结果我临时赶了路，那个捕兽夹把一个老头夹断了一条腿，那个老头子现在成了个瘸子，我替他扇你一巴掌，你服不服？昨天你带我到湖边说要观景，湖边的人群突然开始骚乱，有人把我推下了湖，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安排的人？这一桩桩一件件，还用我再说？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，你不是臭不要脸的贱人，你压根就不算是人。打你都是脏了我的手，老娘跟你拼了！怎么，现在不假装楚楚可怜的白莲花了，射得不远了？住手！你个不孝女！不孝女，你是在和我说话吗？这不孝，怎么忽然有这么强的压迫感？简直跟我之前见的那位傅三爷的感觉一样。如果不是这场莫名其妙的变故，白江一个小小的暴发户连见我的资格都没有，现在也敢在我面前蹬鼻子上脸。你们两个在吵吵什么？爸，我就是提了一下让姐姐把未婚夫让给我的事，姐姐就打我。林七哥哥说了，他爱的是我。姐姐，爱情不管先来后到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嘛。你这个绿茶的茶言茶语，还真是让我想把隔夜饭都吐出来。你怎么跟你妹妹说话的？你为人古怪，不招人喜欢。你以为没有你妹妹，林七就不会爱上别的女人吗？现在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你这个姐姐体谅体谅不行吗？一个勾引姐姐未婚夫的私生女，还想嫁入豪门，贱不贱？老头，你装什么好人？白珍珠干的这些烂事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你要是看不到，这眼珠子你也不要了，趁早抠了。你个逆女！孩儿他爸，别生气，珍惜，珍珠是你亲妹妹，你就别跟她计较了。
跟你们计较，凭你们也配？你和林家的婚事本来就是你妈定，现在你妈已经不在人世了，就由我这当爸的来定。你这个蛮言都不尊重长辈的东西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。确定你要教训我？你是忘记东城那栋危楼了，还是忘记5年前煤矿塌方事件？你干的这些烂事，需要我全给你抖了出来吗？你也别想用什么龌龊手段来封我的口，我的耳目哪里都是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多得多。把我惹急了，直接把你们整个白家送进监狱。怎么会？还要教训我吗？还要教训我吗？不教训了。你和林家的婚事都听你的。儿他爸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珍珠跟林少两情相悦，嫁到林家更能为家里添助力。你怎么能凭他一面之词就改了主意啊？还需要你个家庭主妇来教我做事？啊！跟姐姐退婚，让我加入林家，可是秦少亲自提的呀。那就让他亲自当面来提。我亲自来了。林少，晚晚的时间让佣人去请了林少过来。白珍惜，你还不认错？说来听听，我哪错了？我刚才远远的都听到了，你不尊重长辈，欺负妹妹，太不嚣张，这就是你的错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有病就去治。什么叫我嚣张？你的意思是我就得由人挑衅，受人欺负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势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里还有大家闺秀的教养？我有没有你说了算？你还真是蚂蚱带龙头，假装大牲口，好大的脸面。道理说不清楚就说人态度不好，没有脑子还想要脸，挂哪儿呢？她明明是白珍惜，为什么我有种以前被傅三叔骂的感觉？这不是傅三叔，是白珍惜，不要害怕。怎么到底也是你的不对，还没结婚就和未婚夫吵架，真是没有礼貌，没有教养。像你这样有妈生没妈养的人，真让人恶心。白珍惜，你以前那么小心翼翼的，也得不到林少的心，现在变得这么不可理喻，林少只会更厌恶你。就算你能嫁到林家，你还能有什么地位？你这浆糊蒙了心的狗东西，脑子烟分了！咱俩到底谁没礼貌，谁没教养？身为我的未婚夫出轨继妹，你哪来的脸面说出教养2个字？长这么大，哪贼一点功劳都没出，全靠喂草料。草料要是知道便宜了你这么个狗东西，都得惭愧而死。珍惜，白珍惜，好样的！好啊，白珍惜，你可真好，真厉害！你别后悔，今天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宣传出去。像你这样恶毒的女人，我看你以后在帝都还怎么做人？去呀，你不去，猪都看不起你。白珍惜，我要退婚！退啊！你不退，狗都看不起。退婚不能退啊！如果没有这个婚约，我怎么顶替白珍惜加入真正的豪门？白珍惜，你别后悔！林少，大小姐，你可真厉害！以后这些人再也不敢欺负你了。只是，林少不会真的退婚吧？你那么喜欢林少，我他妈喜欢林奇，我他妈喜欢林奇。是啊，大小姐一心一意想嫁到林家，每次跟林少见面之后，心情都会好很多，这不就是喜欢吗？我让你打听傅三爷的消息，怎么样了？我听傅家的佣人说呀，傅三爷在华尔街遇到了刺杀，不过没有生命危险，现在准备回帝都了。我成了他，他应该就成了我。但我把他的婚事搅黄了，能见到他，我好向他交代。天下男人那么多，白珍惜怎么就看中了这么个狗玩意儿？也不知道帝都情况怎么样了。希望我回去的时候，他那边的情况不会太糟糕。三爷，喝药了。啊，谢谢。
三姨不骂我就算，竟然还这么猥琐。我们还有几天到帝都？3天，再开2天的车就到机场了，上了飞机就快了。3天后是1年1度的名媛舞会，帝都的名媛千金都会参加。林奇和白珍珠应该想在舞会上让我下不来台，不过傅三姨她应该不会参加的吧？3天后的名媛舞会，好啊，我参加。3天后的名媛舞会，好啊，我参加。小姐，林少这回是真正用了心了，不但送来这么漂亮的裙子，还说要在舞会上为今天跟你吵架的事儿跟你当面道歉呢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林奇这个小肚鸡肠的草包，怎么可能做出前脚挨骂后脚送礼的事？说不定要在舞会上算计我。如果不是为了保住白珍惜的婚约，我才不会去。帮我洗澡吧。是的。大小姐自从落水后，洗澡不但要我帮忙，还总要蒙住眼睛，定是受到惊吓有后遗症了。茵茵今天真美啊！你是天上仙女下凡来的吧？珍珠，你这嘴可是越来越甜了。我可没说谎。你看那些男人们，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云云不但钢琴弹得好，长得也这么漂亮。是啊是啊，这女明星也没有几个有她这样的容貌的。茵茵人美心善，出身又好。哎，如果不是白珍惜总仗着那一层婚约，缠着林少说要奉子成婚，那这林少夫人之位肯定是茵茵的。茵茵喜欢林少也不是1天2天了，挑唆他对付白珍惜，一定能让白珍惜在今天的名媛舞会上脸面尽扫。奉子成婚？白珍惜真说过这种不要脸的话？哇，这哪家千金竟然长得这么美，简直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啊！白珍惜，林奇在哪里？不是要当面道歉吗？白珍惜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女人，还不赶紧离开这儿，提脏了我们名媛舞会的名声！你倒是说说，我哪里不要脸了？还没结婚就缠着林少奉子成婚，这还不够吗？我确实与林少私下见过几次，为的是讨论要不要把婚约让给白珍珠。这是白珍珠，你最清楚，你跟大家解释解释。什么？把婚约让给白珍珠？这都不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白珍珠说她跟林少情投意合，希望我能成全她，让我把婚约让给她。这事当然要找林少当面问清。白珍珠可从没提过要换婚约这事儿。我不同意，她当然不敢到处乱说。白珍惜这个贱人，以前清高的无论被人怎么误会都不屑与人解释，现在怎么连婚约的事都往外说？原来要奉子成婚的是白珍珠啊，难怪要抹黑白珍惜呢。原来是怪白珍惜挡了他的道。白珍珠，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是谁要奉子成婚？大姐，我可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？谁能证明我跟林少有染？只要我咬死不认，云茵肯定会相信我。白珍惜，你就等着承受云茵的怒火吧。白珍惜，白珍珠是我朋友，你要是想污蔑她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是吗？不如你派人去鼎丰大酒店问问，上个月初8，你这朋友有没有和林奇一起去？茵茵，他在挑拨离间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。是真是假，我自然会查清楚。如果被于茵茵查到，我就会被于茵茵针对，到时候嫁到林家就更难了。这是你逼我的。姐姐啊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干了这杯酒，向您赔罪。虚伪恶心！你是不是
姐姐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小心，我带了备用的衣服，放在宴会厅的衣帽间了，我带你去换一件吧。这女人分明就是故意的，肯定想怎么算计我，我就去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招。带路，跟我来吧。去余家庄园。傅景慈竟然真的去参加了名媛舞会，以他那直来直往的性子，怕会出大乱子，我得快些赶到。哎，三爷，余家庄园正在办名媛舞会，您去那儿干嘛？参加名媛舞会。回了帝都都不回家，哄姑娘扎堆的名媛舞会，三爷这是远香娶妻了？就是这里了。你先进去。姐姐啊，姐姐啊，你还会担心妹妹会害你吗？难道你不会吗？白珍惜这个贱人什么时候长了这么多心眼？我林少是不会害我的，心眼多有什么用？我进去就是了。躲起来看好戏。在衣帽间里和人乱搞，当我是死了吗？哎，夫人小姐，先别急，我看事情不像是那样子。我看白家大小姐也不像会乱来的人。但如果真的在跟林家有婚约的情况下，跟别的男人乱搞，这婚事儿就不能作数了。林少，就是这里了。刚刚我亲眼看到白珍惜小姐跟一个男人进去了。白珍惜，果然是你！你居然在名媛舞会上勾搭其他男人，我倒是把你看错了。既然你看上其他男人，那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，从此以后各不相干。你们都别进去了，就当一不知道，给珍惜留些面子吧。林少，你可真奇怪，我们可什么都没看到，有什么好说的呀？是，我绝对不会乱说的，我们什么都没看到。什么都没看到？你们在看什么？远远的我就听到你说要和我退婚。远远的我就听到你说要和我退婚。事情到了现在，总不能半途而废。我今天一定要退婚，不管里面那个人是谁，我都有定了是他。不错，以我有婚约在先，你还出轨，我都没有曝光你，只是想退婚，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林奇，你长本事了，空口白牙诬陷人，连证据都不需要伪造。刚才余家的下人亲眼看到你和一个男人在里面鬼鬼祟祟、拉拉扯扯，我眼睁睁看着你和那个男人跳窗逃走，你还有什么证据啊？红口白牙诬陷人，全靠你一张嘴。我刚才看到林少爷要把傅氏的机密卖给傅氏的对家，你这个商业间谍，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傅家见傅老爷子？白珍惜，你放了吧！竟然说出这种话，这是诬陷！是不是诬陷？咱们去傅家，当着傅老爷子的面对质就是。白珍惜，你有完没完？你亲眼看到我出轨里面的人，却不敢让他出来与我对峙。林奇，你长脑子就是为了凑身高吗？白珍惜，够了！你是想当面跟男人对峙，说出你是怎么出轨的吗？就算你不要，我林家还有脸呢。反正现在这婚是退定了，但是你破坏了1年1度这么盛大的名媛舞会，需要付出代价。于夫人，今天这个事儿，你看该怎么解决？白珍惜借着名媛舞会勾搭男人，破坏了名媛舞会的名声，请立即离开。还有以后的名媛舞会，你都不必再来了。凭无据的就定罪，也太武断了吧！这白大小姐倒是很勇敢，想自证清白，可惜势单力薄。门口站了那么多记者，这中途离开名媛舞会，这要是传出去啊，白珍惜的名声就毁了。这白珍惜以后啊，也不会有好人家看上。保安，把白小姐请出去。白小姐，请吧。不许你们碰她！我看你们谁敢碰我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人送走！傅森严嵩，
你来了。我来了。哎，小姐，这个位置是三爷的。三爷稍安，刚刚发生了一点小事情，现在已经解决了，还不快送白小姐回家？别碰我！早就听说三爷正直善良，刚正不阿，帮理不帮亲。林氏继承人为毁掉我们婚约，联合白珍珠诬陷我出轨他人，请三爷为我做主。胡说八道！明明是你不幸出墙，当众出轨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有人证的，容不得你半点狡辩。他有人证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余家的仆人自然是向着自己的主人说话，证词的真实性两说。既然如此，我希望三爷找到白珍珠，让我和他当面对质，是真是假，让我们当面锣对面鼓的好好说说。三爷肯定是发觉了这些人的阴谋，并将白珍珠和混混关在一起，派这些人来演戏。看我的，去把白珍珠找来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白珍珠失踪了。对啊，刚刚就一直没看到白珍珠。看来这个白珍珠看到事情败露，怕受到惩罚，自己先溜之大吉了。李特助，报警，全城通缉。我在这儿。三爷，我一直都在这儿，没逃跑。白珍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里面是白珍珠？林少不是说亲眼看到白珍惜和里面的男人吗？可我看到他这个样子，更像是跟个男人。别急，既然这件事情我管了，就会让所有人心服口服。再来证人。三爷，你是酒店经理，你知道酒店发生的所有事情。说白小姐有没有在这儿约会别的男人？你最好好好说清楚，要不然你这酒店经理的位置就别想。三爷，你给我1万个胆，我也不敢骗您了。白小姐确实经常来我们酒店和男人出去约会。扯货，死到临头了都不知道。说清楚，哪个白小姐偷的哪个男人？是白家二小姐白珍珠。偷的谁？偷的是自己的姐夫林氏集团林少。胡说八道！我说我没有，你相信我。一定是白珍惜这个贱女人，早早买通了这个狗屁经理，污蔑我。看来你妈没有教过你，在长辈面前不能欠。琪儿，没有说谎。我们酒店入住虽然只需要1位的身份证登记，但好在前台有摄像头，拍的可是清清楚楚。哼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林奇，你还真是饿了！你连一个私生女你都下得去口。伤风败俗，林奇已经出轨白珍珠了，所以就有陷害白珍惜的可能。像这种没有伦常的人，不配当我傅家的亲戚。我在此宣布，我傅家从今以后和林家断绝亲戚关系。你还不快给白小姐道歉！我在等什么？对不起。道歉可不是光用嘴说出来就行，不表示，怎么能体现你们的歉意？珍惜，都怪阿姨被这个白珍珠给蒙骗了，还差点让你毁了。阿姨给你2000万作为补偿，还有婚约，你放心，取消婚约。我想让大家帮我做个见证，我要和林奇取消婚约，从今以后再无瓜葛。
什么？你取消婚约？没错，看见你我就像看见厕所，我人微言轻，还请三爷给我做个见证。现在就命我父亲带着婚书来解除婚约。我们傅家和林家也算是表亲，我是林奇的长辈，我来做见证，确保事情顺利，别再给我们傅家丢脸。许特助，通知白江，让他马上来。好的。三爷什么时候这么爱管闲事？帮白小姐保住名声，还要帮她退婚。哦，原来三爷是被色所迷啊！也是，不退婚怎么和我们三爷结婚？谁敢认？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三爷。废。没有错，三爷，找你有事。三爷，这位就是能给我退婚的父亲。这个不孝女又想搞什么幺蛾子？今天叫你来是为了白林两家退婚的事。退婚？为什么退婚呀？退了婚，我还怎么让林家帮衬我们？林夫人，是不是白晨曦犯了错惹您生气了？没关系，林夫人，你该打该骂，犯了错也不用心疼。这个婚事是珍惜妈妈定的，你千万不能退。是我要退婚的。你疯了吧你？以你现在的条件，人家已经是退婚有条件。我的条件有什么问题？你确定要教训我吗？你是忘记东城那栋危楼了，还是忘记5年前煤矿塌方事件？好，没问题，能退。傅景慈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让一向利益至上的白江都能顺着他退婚？白总，今天的这个事情啊，都是我们林家的错。作为赔偿，我们愿意拿出2000万赔偿珍惜的精神损失，另外再补偿聘礼1000万。这卡里有3000万，你拿好。这张卡里有500万，是我们余家的赔偿，还有这个是我们余家的至尊黑卡。只要拿出这张卡，无论到我们余家旗下哪家产业去消费，通通免单。没想到退婚比结婚收的彩礼都多呀，这婚退的值。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我也先走了。哎，表叔，你不能走，事情还没解决完呢。这白……你不说话，我差点把你忘了。联合外人一起算计自己的未婚妻，事情败了，全部栽赃给白珍珠。不仁不义，不忠不孝，一个都不落。你活着就是给林氏和傅氏抹黑。许特助，把这个不中用的垃圾送到警局，让他后半辈子和监狱作伴。是。表叔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是你侄子，你不是来帮我的吗？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帮你？你们听到了吗？没有听到。胆子真大，连我都敢批。许特助，再以我的名义起诉他，就告他诽谤亲疏，罪加一等。表叔，你不能这么做！妈，快救我！咱们家还没有后呢，我不能进去！拖下去！琪儿，妈，快救我！三爷，我们林家就琪儿这么一个儿子，你就看在你是他亲小叔的面子上饶了他吧。表叔而已，我们走。是。三爷稍等片刻。三爷，今天非常感谢你。教训自己不听话的晚辈罢了。亲吻你那儿见。三爷路上小心。陈姨，咱们也回家吧。哎，好嘞。白珍惜，你不能走，要不是因为你，琪儿不会去坐牢。你去求三爷放了我儿子。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，有坏心的人就应该一辈子关在监狱。垃圾分类懂不懂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要我教你吗？少在我面前用你那一张老脸说一些不要脸的臭话。少碍我的眼，再你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只会说这一个字。
什么东西？拿走，不喝。裴姨怎么还不走？我还等着要翻墙去见白珍惜呢。哎呦，小姐，这是你特意吩咐厨房为你准备的养颜苦瓜汁啊！你生了每天喝一杯，减肥又养颜的呀！啊，行了，既然是我说的，我喝。哎，你说白珍惜小姐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咱们三爷？三爷的事儿你也敢管？没意思，我就说说而已。三爷又不知道。你说白小姐今晚会来，她要是来的话，三爷也没说让咱们关上警报装置。这难道是他们之间的小情趣？等白小姐被吓哭之后，三爷再来个英雄救美，到时候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听着吗？他已经来了，我去跟三爷说啊。三爷，来了！三爷，去把别墅报警系统全部关了，一会儿白珍惜来免的。他已经来了，三爷，恐怕蹲下，做100个俯卧撑。低头看地。赶紧。哎，起来吧，人都走了。你说刚刚白小姐瞪咱们那眼神儿，像不像三爷？跟你说了吗？三爷的事儿少管，没意思。去。看来这位白小姐就是天定的少夫人，毕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嘛。我内衣呢？你怎么不穿内衣就出来了？人一睡着了，我怎么会穿那种东西？还有，你家到底怎么回事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家的乱世给三爷添麻烦了。你知道本少没少烦心就好。我这不是怕给三爷添麻烦，所以连夜赶回来。好在是赶上了舞会，解决了所有问题。哼，一群没事找事的长舌妇，就算你不来，本少也能顺利解决他。三爷，您不像传闻中那样不好相处，喜欢骂人。相反，您正直善良，很好相处。我不骂你，是因为你顶着我的脸，我骂不出来。这样才叫女孩子清爽可爱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离婚？你吃啥豆腐了？怎么浑身一股酸臭味？你不会是一直没给我的身体洗澡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天天按时给你的身体洗澡。天天洗？那你岂不是该摸的摸，不该摸的也摸了？本少可没有摸，这些天我都是蒙着眼睛让陈姨洗的，我可没看，也没摸。对不起啊，是我这几天着急回来，还没时间洗。路上没时间洗，你回家也没时间洗。你要是不敢洗，你叫别人来给我洗。是不是我今天不发现，你打算一辈子不洗？我怎么洗嘛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哪像女孩子那么精怪？我要是叫一个女孩来洗，
别人以为你是变态。我要是叫男孩来洗，那不就是变态中的变态？重要部位你不敢洗就算了，其他地方你也不敢洗。唉，算了，谁都靠不住，还是靠自己。我来洗。许特助，放好水，我要洗澡。这么说，许特助不用进来，我自己来。许特助，别进来，我自己来。你太劲爆了！刚在一起就要一块洗澡，哎呀，哥之前还是太保守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三爷的事儿，你给我少管。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，看来是时候找个月嫂了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。天也不冷，你抖什么？呀，还疼吗？不疼。别这样，好奇怪。本少爷的胸膛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别动，少用本少爷的身体做这样娘的事。白珍惜，你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白珍惜，你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怎么会？究竟对我的身体做了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做，我才问你。我什么都没做，你说我干什么？你看看你这无力的胳膊，再看这两块软绵绵的肉，本少爷坚硬的胸膛、结实的臂膀都去哪里了？再这样下去，等换回来的时候，本少爷就成了一个一推就倒的瘦子了。三爷，你别生气嘛。等明天刘特助回来了，我跟他一起，一定会把你的肌肉练回来的。他也刚用我的身体没几天，我的肌肉消失是因为我受伤，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了。不行，你顶着我的身体找他练，太丢人了。找他不如找我。从明天开始，我来给你指导健身，练完正好给你洗澡。不是，帮我自己洗澡。你是没见过8块腹肌的男人吗？这么没出息。8块腹肌我见得多了，但这种东西没见过。这种东西，好。瞅瞅这脏的。四哥哥，佳佳来给你送吃的来了。哎叶小姐，三爷现在不方便见人。他是谁？她是我朋友的妹妹，临死前把她托付给我，我一直把她当妹妹照顾。你认为是哥跟妹妹的关系，人家可不一定这么认为。嘟囔什么呢？赶紧让她走。我不饿，你把东西交给许特助吧。我不饿，你把吃的东西给许特助就行。您给我就行了。哎，这什么东西这么恶心，跟痰一样。这是上好的鲜炖燕窝，小时候矫情惹人厌，长大了不止矫情还爱哭。你这样的，三爷喜欢才怪。我是被人下了毒药，醒来就变成你了。你呢？我最后的记忆是白珍珠把我推下去，其他的我也不知道。行，这样，我再喝一次毒药，你再落水一次，说不定我们就能换回来。医生说了，这毒药是见血封喉的剧毒，傅三爷福大命大才挺过来。要是再喝一次，我的身体没有那么大的意志和福气撑到我们交换完。
也是，我们的体质和心理素质都有差距。既然暂时没办法换回来，那先这样。这里面是帝都豪门的所有资料，可以帮助你了解我的生活环境。我的人财你可以随意支配。先这样，我再想想其他办法换回来。好，听你的。明天就是傅老爷子的大寿，整个帝都的少爷、小姐都会来，我爸肯定不会放过这次机会。傅三爷，如果你不想去，一定不要答应。不用，我在还能帮你应付一下。是我搅黄了你的婚约，明晚我一定好好表现，然后帮你找一个最好的男人。傅三爷，你想干什么？哼，明晚你就知道了。我可听说，傅老今天办这场宴会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给傅三爷找未婚妻的。我猜想，铮铮肯定是傅老心中的不二人选。今天啊，不过只是走个过场。铮铮，我先提前恭喜你，谢谢娘。哎呀，这还用你说啊？傅三爷帅气多才，娶的妻子自然也是十分优秀且有能力的。我们铮铮啊，身为顶级名媛，从小就被重点栽培，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自然也是傅太太的最佳人选喽。算你们有眼光。哇，那不是傅家三爷吗？好帅啊！铮铮，你快看，三爷在看你呢。你们在这等我，我先去跟三爷打个招呼。我靠！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帅气的女人。明明是一张清秀美艳的脸，但身上那股傲气凌洋的气质却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，太他妈带劲了！这长相，这高贵霸气的气质，就连我一男的都被迷得神魂颠倒。不愧是三爷，这另类的穿着都能让他穿出一种时尚感。那个小贱人是谁？那个小贱人是谁？看着倒挺眼熟，不过忽然想不起来是谁了。是白珍惜，白家那个不要脸的小骚货。白珍惜，就是那个不但跟林家退婚，还把林少送进去的那个白家亲戚。就是那个小贱人，害得林少被判刑，害得我不能嫁林少。像白家这样的暴发户，能攀上林少这样的高职，就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我说他怎么舍得退婚呢？原来是想借着这张狐媚的脸勾搭我们傅家三少爷，真不要脸！看我怎么教训他！铮铮，你个豪门大小姐，跟他一个小门小户的贱人计较，有失分寸。还是我来吧。哎，老三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陪我跟大哥玩骰子去。这回我可输惨了，你可一定要给我挣回脸面啊！走走走走。没兴趣。二少如果不介意，我替他玩2把。既然二少不用，那算了。哎，用，怎么会不用呢？这位小姐能赏脸，简直是我的荣幸。多日不见，没想到白小姐这么爱往男人堆里凑啊！于小姐是属鱼的吗？记性比畜生都差。我们昨天难道不是刚见吗？再者，于小姐这么抵触男人的话，不如直接把自己关在家，门窗反锁。果然是暴发户的女儿，一点素质都没有。自然是比于小姐有素质，张牙舞爪的，就连八爪鱼都自愧不如。白珍惜，你这个贱人！你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可以勾引傅二少，
像你这种暴发户，嘴巴又这么毒，傅二少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傅二少看不看得上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看你这辈子是投错了胎。自从你出现，咸鱼都快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了。白珍惜，你欺负人！白家虽然是个暴发户，但你现在好歹也是上流社会的一员，而你张口闭口都是脏话，像你这样的人，简直就是上流社会的耻辱。难道这位小姐也是皮痒了？需要我帮你揉吗？本以为老三的嘴巴已经够毒，但没想到这位白小姐一点也不逊色。看来这位秦家大小姐摊上大事了。秦征这辈子还从未遇过像你这样没教养的女人。是，我自然是没有秦小姐有教养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秦小姐你是82年的龙井人。我什么我？像你这种拿剪刀逗小孩、屎壳郎打哈欠的家伙，也好意思在这教训我？白家怎么就生出你这种没有教养的小贱人？秦小姐有教养，在这跟我装哆啦 A 梦的百宝袋。白珍惜，你别太过分，给我注意一点，这里是傅家的晚宴，不是你白家任由你撒泼的地方。秦小姐还真是癞蛤蟆打哈欠，充当大野狼。我还以为你要反客为主，取代傅家。既然秦小姐知道自己是客人，就别在这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离远点。万一一不小心咬到我，我还得去打狂犬疫苗。哎，白小姐，头子还没玩呢。二少还是离我远一点。刚跟你说了一句话，就被诬陷说成勾搭。这要是真跟你玩头子，那我还不被人说成是荡妇？不是你勾搭我，是我勾搭你。谁要是再敢颠倒黑白，我就拔了谁的舌头。有吗？那我谢谢你呗。哎，白小姐，没玩头子呢，宰相肚里能撑船吗？别被这群阿撒扰了兴致。走，玩头子去。老二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，就别缠着白小姐了。白小姐，请入席吧。哪儿都有你。白小姐，你先入座吧，我晚点再来找你。铮铮，那白珍惜也太目中无人了。她一个小门小户，竟敢如此羞辱你，真是太过分了。是啊，还骂得那么难听，照样学都学不会，这么羞辱我们。若不给他一点教训，敲打敲打他，以后我们就成为整个帝都的笑话了。放心吧，今天他这般羞辱，我是绝对不可能放过他的。等会儿父老来，我会提出笔试助兴，到时候我一定狠狠教训白珍惜那个小贱人，出这口恶气。父老爷到！大家都别站着了，都坐吧。爸，今天这个宴会是为了庆贺我们成功将那些想要潜入大夏市场、占领大夏市场的外国财团打跑的庆功宴。为了对付这些老外，近些日子我们公司的员工非常的辛苦，我提议给大家颁发奖金，以此来激励大家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做。谢谢爸。好你个老大，万万抢功啊！爸，您之前不是说想要潜入那些老外的内部，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吗？我这倒是有个不错的计划，可以成功反击，击溃那些老外的经济。老三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傅氏集团那么大，每个人都发一笔奖金，将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，那将没有多余的钱去应付老外。无论偏袒哪一方，都是引起战火。白珍惜，可千万别上当。对付老外跟奖励员工、稳定军心都十分重要，但现在经济紧张，两个不能同时进行。我觉得，至于先实施哪一个，还是看董事会投票解决吧。老三这是怎么了？以前一点小事都揪着不放，怎么今天这么大事就这么随意的敷衍过去？老三这次还算识趣。
哦，老三，我说你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原来是想在家人面前树立好形象。爸，我觉得公司给员工奖励该发，就为对付老外需要的钱，我来想办法。这俩人都吃错药了，都这么好说话，你们不说，怎么能在爸面前显得我足够稳重？老二，对付那群老外，搞垮经济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总公司这边不仅钱不够，人手也不够分配给你啊。总公司没有，但大哥你有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击垮那些老外的经济，不仅是为了帮富士争口气，更是帮大夏打脸。而且我知道，之前大哥买的股票赚了不少钱吧？大哥不妨拿出点支援我们弟弟，这也是为国家争光出份力嘛。这下总博得白大小姐的好感，让她记住了吧？老大，你的想法呢？爸，既能有利于富士，又能为大夏争光，我自然没意见。我真是生了一群好孩子呀！老大的钱全部留着做自己的产业壮大事业，哪来的钱对付老外？看来这次他要变卖股票公司。老二这次做的漂亮，老大这次非得脱层皮不可。老三，风头被抢了，什么感受？什么意思？还在这装呢？当真以为不知道啊？你以退为进，伪装的很善解人意，不就是为了博取白家大小姐的好感吗？公司的经济大权一直交给我来管，奖励员工是老大提出，而后你又提出进攻国外经济，奖励员工已经被咱爸准许，让我提意见。我只能先搁置你的提议，一旦我这么说了，以你的脾气，肯定会先跟我说。不是，我怎么没听太明白呢？我怎么没听太明白？在这种场合大吵大闹，这摆明了就是自毁在咱爸心中的形象。你觉得最后谁会开心？臭！可恶！老大真他娘狡猾，差点就上了他的当。老三，还好有你，来，哥敬你一杯。老三，这次呢是当哥的错了，哥给你道歉。但是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，把白小姐让给我，要不然以你俩这火爆的臭性子，在一起不得天天干架啊？是吧？怎么？你该不会是看上白珍惜了？哎，算是吧。你不觉得白家大小姐挺有意思的？那火爆的脾气一点就着，多个性。你喜欢他那样的，不喜欢我这样的？哎，你这大老爷们好意思跟白大小姐比？人白大小姐脾气火爆，那叫个性。你脾气不好，那就是欠揍。再者说，像白大小姐这样的女人，世间难寻。那我碰上，是不是得好好珍惜珍惜？你开心就好。如果傅少知道你看上他，醒来一定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傅伯伯，今天虽是庆功宴，但是我觉得光是喝酒聊天实在是太无趣了，不如增加点游戏，活跃气氛。秦小姐的提议有点意思，不妨说说看。既然是玩游戏，就玩大家都会的，比如射击、柔道，还有西洋剑什么的。哈哈哈哈！看看这些孩子们，比我们那个年代玩得更高级啊！是，哎，干玩游戏多没意思啊！不如来点彩头，赢的钱全部用来搞垮老外去。若是输了呀，就当博大家开心了。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呀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这么贪玩。不过我看在你一心记着大夏，记挂着富士的份上，今天我就纵容你胡闹一次。谢谢爸。
诸位，今天谁先打个头？我先来吧。白小姐穿的这么英姿飒爽，最适合这些项目了。白小姐，有没有兴趣跟我比一场？一个弱女子赢了，我都觉得脸上无光。没戏，我出彩头100万。堂堂秦家大小姐，就只拿得出100万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秦家落魄。我看他是害怕自己太废物，不敢跟铮铮比，还在这装大尾巴狼。我出500万，你敢吗？有什么不敢？有了这500万，够给老二增加一些新设备对付老外了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比？射击柔道西洋剑3局2胜，赢了的话带走彩头，至于输了的话，我要你跪下，给我和茵茵道歉。好。哎，大家伙儿想要下注的来这边啊！我出200万，我压秦小姐。我出300万，压秦小姐。1000万，秦小姐。秦征射击好西洋剑，打过业余冠军。白家是最新崛起的宝座，之前不知道是在哪个球场勾引的来着。你说接触西洋剑，估计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这局秦征已经定了。现在压白小姐的一个都没有，我这庄家不能压。老三，你帮我压，赢了各付你3成。多少？不多，就100。500万压白小姐。傅三爷竟然压了白珍惜，白家一个近年来崛起的暴发户，哪来的钱学习射击啊？听说昨天傅三爷刚回来，就直奔名媛舞会，刚巧白小姐也在，说不准2个人关系早就不正常。我看没准，也许傅三爷压住白小姐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给美人撑腰呢。嘘，别说了，秦小姐过来了。你为什么不压我啊？我压谁跟你有关系吗？三爷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这场比赛我一定会赢。哦。500万，压我自己。感谢秦大小姐的资助，可惜了，秦大小姐的一番真心被辜负喽。哎，别闹，这开玩笑呢。简单的呀，根本就配不上弟弟你。再说了，有再多真心有什么用啊？啊？除了刚才的赌约，我还想再……稍等，借我1000万。没问题。1000万压我自己。不愧是能俘获我芳心的女人，真是太帅了。你刚才说再加一条赌约。没错，单单让你下跪，太便宜你了。哼，你想赌什么？今天不管是谁输了，那个人以后都不许再出现在傅三爷的面前。你敢？依你。大不了以后不照镜子就是了。你说这秦小姐对你真是一片痴心啊！你都干什么了？你小子真是艳福不行。你要是喜欢，我可以让爷爷为你指腹为婚。哎，别！我开玩笑的。
秦大小姐吧，虽然长得也不错，但是比白小姐要差远了。再说了，我对她也不感兴趣。哎，觉得他俩谁会赢？关我什么事？不是，这秦大小姐到底看上你什么了？哎呀，好，厉害！秦大小姐不愧是女子业余射击冠军啊，3强27环。该你了。这身体素质也太差，就这种，竟然还会觉得有些耻。连枪都不会拿，就这还跟我比射击？白珍惜，你这是来开玩笑的吗？就白珍惜那握枪姿势，一看就是业余的。就这还敢上来丢人现眼？多谢二弟上赶着给哥哥送钱呢。你那嘚瑟样，看着就恶心。暂停一下，老二，又在胡闹什么？
这倔脾气倒是和老三有点像。见白小姐这么坚持，我也不再劝。好了，我也累了，你们继续，我先下去休息一会儿。老三，刚才呢是哥哥误会你了，哥哥跟你说对不起。哥晚些请你喝酒赔罪。但是你先帮我一个忙啊！爱莫能助。哎，大家都是兄弟，别这么无情嘛！喜欢就自己去追。对了，刚才压轴赢的500万，记得打给我卡上。不是你这个臭小子怎么这么不要脸？那明明是我的钱。不给也行，那我等会儿就告诉老大，告诉他你作弊。哎，你穷疯了吧你？白小姐怎么也跟着走了？这里太大了，我怕走丢。傅少介意捎我一段吗？你随意。感谢三爷今天表现得如此优异，让我光彩夺目，成功吸引了2位傅家少爷的目光。那2个家伙的出现是意料之外。三爷辛苦了。你不想被那2个家伙继续纠缠，刚才为什么不答应娶我？一旦我们结婚，他俩就算有心思，也不敢继续纠缠你。你也不用担心毁了清白，婚后会恪守本分，不会越界。等有一天你碰到了喜欢的人，我也会还你自由，甚至帮你自证清白。三爷打算怎么证明我的清白？三爷，你脸怎么红了？我哪里脸红了？分明是你脸红。好，是我的脸红了，你脸没红，行了吧？不过三爷知道我刚才为什么会拒绝你吗？不知道。你的那2位哥哥剑拔弩张，因为我双方吵得不可开交。如果我当时答应，只会将怒火转移到你身上，让你沦为众矢之的的。如此，我还要感谢你善解人意，替我着想了。倒也不必，拒绝我没关系，以后你还是会嫁给我。对了，三爷，我还有一件事，经过这几天调查，我查出白珍惜，你这个小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刚比试完，秦小姐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赌约？今天是我不在状态，所以才侥幸让你赢了。但即便是你赢了又如何？我是绝对不会把傅少让给你的。秦家美名在外，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一个输不起、只知撒泼耍赖的女儿？真是造孽！你说谁撒泼耍赖呢？当然是谁撒泼就是在说谁。像你这……珍惜小姐，天黑路滑，我送你啊。走2步喘，跑3步恨不得散架。你送我，我送你还差不多。哼，带劲儿啊！哎，珍惜小姐，三爷已经在浴缸里乖乖等你了。好，知道了。看样子2个人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。你说？我告诉你啊，三爷的事儿你以后少管。嘘，哼，我看早就煮熟了，说不定天天都煮。
宴会上的事情有头绪了吗？哎，三爷，对不起，娇娇小姐刷了门卡进来，我没拦住。出去。子哥哥，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为什么你这次回来就一直躲着我？出去，我明天再来见你。好，你可别骗我啊！没骗你。三爷，对不起。你没事吧？你这身体也太差了，刚憋了3分钟就受不了。我这破身子委屈三爷了。算了，凑合一下还能用。哎，别动！不好意思，三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能不能先不要睁眼？嗯。我亲了他，不对，是我的身体亲了他的身体，这是我的初吻，我是不是得让他负责？好了，三爷，可以起来了。麻烦，要不你把自己娶回家吧，这样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至少能大大方方的相互洗澡。不行，我已经在宴会上表明了我的态度。现在要是反悔，你爸那边也不好交代。先这样吧。你说什么？老爷子已经开始行动了。看来三爷已经猜到了。这件事早有苗头。我听说老爷子会冻结我们3个人所有的资金，然后会给我们每个人100万的启动资金。最后谁能将这100万变得最有价值，谁就会成为傅家最后的继承人。我希望三爷是笑到最后的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查到给你下毒的幕后真凶。谁？是傅大少，傅景言。不出我所料，华尔街洗股事件后，我的资金和势力更加强大，我已经成为最有可能继承傅家的。他不动手才奇怪。你们是亲兄弟，三爷你不难过吗？只要没有心，对什么事情都不会难过。最近你最好带保镖出门，注意安全。你也一样，要注意安全。傅景言这次没有得逞，他一定还会出手。我估计别墅4周已经不安全了。为了防止意外，你把阿勇带走吧。行，这样也好。阿勇，三爷，你带几个保镖，时刻保护白小姐安全。你记住，白小姐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。看来生饭已经煮的不能再生了。三爷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去吧。是。你大哥那边估计早就知道你的消息，否则不会平白无故的转出一大笔资金。他用这笔资金收购了大量特效药，看来准备倒卖一手。我们也要开始准备了。有什么事情找许特助，他能帮你。三爷，十分感谢你的信任。我们现在是一体，信任是应该的。你怎么脸红了？憋回去，别用我的脸做这样娘的表情。哦，我尽量不做。天也不早了，三爷请回吧。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就说了你一句，你就赶我走。老爷子给你的钱够吗？100万不经花。放心吧，三爷，我有办。好，有问题随时找我。哎，白小姐，要不我们还是走正门吧？不行，那样容易被人看见，到时候被人拍下来发到网上，对他名声不好。好，听您的。白小姐这么维护我们三爷，真是令人感动。不行，我得告诉三爷，让他好好开心开心。小姐，四哥哥来看我了，对不对？小野没来。你说真的？白珍惜在宴会上表白，被慈哥哥拒绝了？是真的，帝都名媛圈都传疯了。昨天老爷子把玛丽皇后的宝石都送给他了，可让他出尽了风头。我还担心老爷子想撮合他们，到时候我就……这样一看，一定是慈哥哥把他拒绝了，被老爷子给训了，心情不好，所以才不来见我的。一定是这样的。
三爷身边这么多年，只有你一个女人，三爷心里呀，肯定是只有您的。但是您昨天这么怀疑三爷，肯定伤他心了。现在估计啊，正伤心着呢。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让此哥哥伤心。今晚我就炖好燕窝，在家好好等他回来。三爷，娇娇小姐又来了，让她进来吧。三爷的桃花不少啊。许特助，你也一起进来。四哥哥，工作辛苦了，尝尝我特意做的红枣燕窝羹。放那儿吧，我不喜欢吃甜的，不用这么麻烦。那你爱吃什么？我现在给你做，咸的、辣的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想吃什么会让厨师给我做。还有，你以后少来缠着我，影响我工作。四哥哥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在家里面不白吃白住。原来我连做饭的资格都没有，我可真没有。以前我这样说，四哥哥就会想起我死去的哥哥，然后过来安慰我。行，既然你觉得自己没用，那你就搬出去啊！我会再给你另外一套别墅，这样你就不会寄人篱下，就不会难受了。不是此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刚刚你都是在开玩笑的，对吗？我不喜欢开玩笑。我不走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就要和此哥哥在一起。此哥哥，小时候我哭你就抱我，你现在抱抱我好吗？那是小时候，现在我们都长大了，男女有别。此哥哥，我好难受，你帮帮我。你把他弄出去！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我还没有女朋友，不好被误会。我也没有，你是想我被误会啊？走吧，叶小姐。哎，你能站起来？那你快出去吧！啊！刚刚你都看到了，我闪得很快，他没有碰到我。啊，对对对，三爷特别快，没被碰到。既然你都看到了，下回碰到白珍惜，顺便告诉他。三爷都能屈尊钻狗洞护住我的名声，那我也要好好保护他的名声，不被叶娇娇败坏。明白。三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跟白小姐说，您清白的不能再清白了。看来三爷是爱惨了白小姐，要为她守身如玉。不好了，三爷，白小姐出大事了！你说清楚。陈毅，三爷，你可终于来了。他怎么了？大小姐，她好像不行了。什么？我进去看看。大小姐，你别怕，三爷来了。好，陈毅，你先出去吧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我可能要死了。对不起，是我没照顾好你的身体。你先别激动，你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都怪我太大意了，想我堂堂华尔街大鳄，多少枪林弹雨我没有经历过，多少商战，对手明争暗斗我都挺过来了，没想到我最后砸在了一个女人手里。你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罗秀娟，她来干什么？林家知道林七被关，根本不同意给白珍珠彩礼，非要让她退婚，打掉孩子。白珍珠的身体要是打掉孩子，以后就再也不能生育了。罗素娟就过来求我，这关我什么事情？我肯定不能答应帮她求情。她刚走，我肚子就开始疼了，后面几天我就一天比一天虚弱，一天比一天疼，肯定是她给我下药了。叫医生了吗？打针了吗？吃药了吗？吃了1盒止痛药都没用。江医生说这种病他没见过。我带你去医院，一定会没事的。没用的，别浪费时间了。你听我说，三爷，你别这样。我刚出生，我妈就因为父亲忙于工作，抑郁自杀。但父亲总以为是我克死我妈。
所以把我送到了吃人不吐骨头的华尔街。16岁，我在华尔街开了第一家股权交易所，带动了华夏60%的经济增长。这一辈子无愧父母，无愧祖国，但唯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放心吧，三爷，我会找全世界最好的医疗团队来医治你。只要有我在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别费劲了，应该检查的地方我都检查过了。最后，我想和你说说，傅景慈，傅景慈，你别死啊！我死后，你就是傅景慈了。我身边的人和我都是过命的交情，放心，他们很可靠。傅家是个大染缸，争不过就别争了。去华尔街，那里是我的天下。去了那里，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活着。好重的事情吗？我感觉好受了很多，看来是要回光返照了。三爷，你前几天是不是觉得小肚子胀痛？没错。然后还头晕、想吐、胸闷、恶心，心情还莫名的不好。甚至胸口还有点胀痛。没错没错，你怎么知道？刚才是不是感觉下面一阵暖流过后就没那么难受了？你怎么全知道？难道……我不光知道这些，我还知道你不会死。你怎么这么确定？不会是来大姨妈了吧？就是来大姨妈了。三爷整天忙着应付商战，没好好上生理卫生课吧？学是学过，但我也没想过以后自己会来。而且我哪知道没来之前也这么难受。这是生理期综合征，每个女孩都会有的，只不过我的格外严重罢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我走了，你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吗？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三爷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，不用难为情啊。谁难为情了？谁会因为这点小事难为情？陈姨，来一下。哎，三爷，怎么了？他这就是生理期综合征，这次可能是因为受凉了，所以格外严重一些。你去准备一些卫生棉、红糖水和暖宝啊。哦，三爷，你想的可真周到，比我还周到。唉，看来家里的私人医生该换人了，这么不靠谱。我先走了。小姐，没想到三爷这么有钱有势，对您还这么好，有这样一个男朋友，小姐您可真幸福呀。女朋友？白振西这个贱人，四哥哥都明确拒绝他了，还敢铁不成齿的贴上来，属狗皮膏药的，该死！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哼，我要让他知难而退，再也不敢招惹慈哥哥。小姐，你看三爷特意派人送来的糯米甜酒，还是热的。女孩子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对了，小姐，大少跟二少已经打了10几个电话了，您一会儿啊回一个吧。没时间，不回。甜甜的，确实不难喝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叫叶娇娇的，说是三爷的人，现在就在门口。我看他气势汹汹，像要吃人一样。你要不要去见他？不认识，不见。好，我现在就告诉门房，别放他进来。听慈哥哥说，白小姐病了，我顺路过来看看。白珍惜不可能和他说不相关的事，叶娇娇这是抽什么风？你有心了，现在你看到。慈哥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慈哥哥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我没有和别人妹妹做朋友的习惯。陈姨，是，把她带走。你用不着这么对我，你以为我很想见你吗？哼，我来就是告诉你。告诉我什么？女孩子别这么不要脸，没日没夜的缠着慈哥哥，真是够恶心的。哼，你这什么人呀？
这个叶娇娇不过是借住在三爷家里的外人，还真把自己当三爷夫人了。小姐，你应该让三爷离她远一点儿。您才是正牌女友。说得好，再有下次，你就像今天一样说。三爷夫人。怪不得白珍惜说她不只是想当我妹妹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白珍惜不会误会我和叶娇娇有事吧？不行，我现在就要和她说清楚。去傅家找三爷。是，小姐。你干什么？三爷怕最近不安全，让我贴身保护你。走吧，走吧，别盯着我眼睛看。白珍惜，你还真是不要脸啊！你是把我的话都当成耳旁风了吗？你还敢来三爷家？叶娇娇怎么和平时反差这么大？还好灵魂腐化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她已经把自己当成我的女主人了。首先，我没有缠着三爷；其次，这又不是你家，你在这里叉腰叹气，装什么女主人？你不会是借住久了，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吧？你就是在嫉妒我，能天天的跟景慈哥哥待在一起。这么多年呢，只有我能一直留在三爷的身边，不像你，我没有戏哦。我这样美的没戏，你这样丑的就更没戏。据我所知，三爷常年住在华尔街，回来的次数不足4次，你们也不过就见了4次。你在这装什么长情陪伴呢？你有臆想症就赶紧去治。他怎么知道慈哥哥这么多事情？不行，今天必须让他知道他自己和慈哥哥没结果，不然以后更难除掉。你才有病！你和景慈哥哥才认识多少年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景慈哥哥让我接管这别墅，这里我说了算。白珍惜，你知道这里只有女主人才能掌管这一切。我跟景慈哥哥呀，现在只差一个结婚证了。我错了，你这样的还是别治了。就算治了，也是流哈喇子手抽筋的程度。你已经臆想症晚期了。这别墅的钱事物都是由许特助管的，你管什么？你也就管你自己，还女主人，我看是光杆自封的司令。哼，钱事物我不管，那是因为景慈哥哥他心疼我，等我们结婚了，我肯定会全部接手的。我根本就没说过要和他结婚，看来他真的有臆想症，不行送医院得了。你就没有想过，其实三爷根本不喜欢你？你胡说八道！景慈哥哥跟你说的，他不喜欢我了？就是他说的，怎么样？你胡说，他是骗你的。我又不像你一样有病，干嘛骗自己？你才有病，你自己骗自己。景慈哥哥怎么会喜欢你这种女人？你给我滚出去，滚得越远越好。三爷不喜欢我这样的，那他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说。这个问题我自己都不知道答案。和你没有关系，你不需要知道。对，和我这个女朋友没关系，和你这个借住的客人有关系。你赶紧去医院治吧，别以后口水流的哪里都是了，再来和我吵架，我可不想被你喷一脸口水。白小姐也太会吵架了，她和三爷真是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绝配。你太有病，你太流口水。你放心，我不爱幻想，没有臆想症，但你就不太确定，毕竟看你现在的情况，很快就会左手比六，右手七，脑袋歪，嘴巴斜，到处流口水。白珍惜，我现在告诉你，就算景慈哥哥真的想娶你，我也是不会同意的。只要我活着，就不会允许你进这个门。你干什么？吵架就吵架，你忽然之间发什么疯？白小姐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了你，你就那么讨厌我，还动手打我。我讨厌你，我动手打你。白小姐，你要是不想让我在傅家碍你的眼的话，你可以直说呀，你没有必要刁难我。他在这自言自语，说什么鬼话？难道是精神不正常，发病了？白大小姐，景慈哥哥他身体很不好，没有按时吃饭，得了很严重的胃病。你记得提醒他要按时吃饭，少喝酒，少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。还有，傅少他不喜欢在工作的时候有人打扰他，你不要。这些
傅家的仆人都知道，有什么好可以提起的？这女人发什么神经？三爷就在那儿，你快去吧，不然我们家小姐就被打死了。小姐，金瓷哥哥，你不要怪白小姐，都怪娇娇，是娇娇的不好，不该害了白小姐的眼，不然白小姐她也不会打我的。你瞎说什么？我一个大小姐，怎么可能做出打人这种有失身份的事？金瓷哥哥，都怪娇娇，是娇娇不好，不该赖在傅家，不然白小姐也不会以为我们的关系不同寻常。白小姐都说了，都是因为我才耽误了你结婚的。你这个人怎么满嘴跑火车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金瓷哥哥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话，你的婚姻也不会遭受影响。爸爸没有了，娇娇也没有什么亲人了。但是娇娇长大了，娇娇做苦力还是可以养活自己的。你这个女人怎么信口雌黄？我什么打你？说过什么话了？他污蔑我，不信你问阿勇。真是地府大门没关住，怎么小鬼满天飞啊？哎呀，傅少，人家不是小鬼，我是阿勇啊！你刚才一直在，你说我打没打过他？人家亲眼所见，白小姐连叶小姐的一根头发丝儿都没碰到呢。傅少不信他，他是白小姐身边的人，自然偏袒白小姐。我相信西西。景慈哥哥，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手怎么这么凉？出来的时候也不知道多穿一点。想跟你聊聊天，就过来看看。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暧昧？怎么像小情侣在诉说思念？哎呦，白大小姐脸都红了，这是害羞了吗？看来我的身体最近不耐热，走吧，先回吧。哎什么？贱人，景慈哥哥是我的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把他抢走的。刚才的事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想让娇娇放弃，所以对不起。刚才是我主动牵的你，应该抱歉的人是我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就只是牵了自己的手而已，所以不用抱歉。啊，对了，傅少，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对，是有一些事，不过已经解决了。通过刚才那些话，想来叶娇娇应该会放弃那些不该有的心思。如果傅少知道叶娇娇的为人，应该就不会这样说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？如果我决定将叶娇娇赶出傅家，傅少会不会觉得舍不得？如果他恪守本分，做好自己，我自然是舍不得。可他若是生出那些不该生的心思，那我自是留他不得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如果他还是摆不清自己的位置，再做决定。好。西西越来越有当傅家夫人的气度。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呢？傅少，你既然来了，我有一件事想要和你商量。许特助，有鬼啊！许特助，有鬼啊！许特助，我是阿勇。阿勇，哎呦，我说你大白天干嘛出来吓唬人呢？讨厌，你才是鬼呢！人家分明是……先把账本拿过来。这怎么只有200多万？傅家身为第一大家族，不至于这么穷吧？完了完了，白小姐该不会嫌弃傅少穷，因此不愿意嫁给傅少吧？白小姐，其实傅家还是挺富有的，只不过为了打赢跟那些外国佬的商业战，傅少把自己所有钱财全部拿出去贴补公司以及购买设备上面了。现在外国佬已经被打出了华夏市场，我们傅少就不用再继续贴补自己的私人金库了，会好起来的。
傅敬慈，还真是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，实乃大智慧。没错，我们傅少可是……不对，傅少怎么还夸上自己了？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不必看得太重。白小姐不愧是未来的傅夫人，这格局，这胸襟，一般人比不了。我听消息说，北方有疫情，但四方支援，不缺药品。我想傅大少之前囤的药也白囤了。我猜这几月他必定会联系买家，想办法将他之前囤的药全部卖出去，收回本钱。所以我想低价收回他之前囤的药，囤起来以备不时之需。提前斩断麻烦，铺好后路，防止灾难来时措手不及。我支持你。不愧是傅少看上的女人，一心为了傅氏，为了国家着想，真是个好女人。可是要收回傅大少手里的药，保守估计至少得1个亿。都怪我太穷，不然也不至于被这点钱难住。夫人别自责，你跟我们傅少一样穷，穷的还很般配。上次在白小姐的舞会上，我记得林家和余家赔了你不少钱啊。傅少，你这也太不地道了！白小姐还没嫁过来呢，你怎么可以开始惦记上人家退婚的补偿钱了？哎呀，傅少，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呢。余家500万，林家3000万，总计3500万。好，那你回去把这些卡找出来，再看看公司暂时有没有能变卖的项目，再看一下咱们的流动资金还有多少，能动用的全部把它变现。让许特助跟你一起去，以免你再跑一趟。花女人钱花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傅少，你的节操呢？傅少，我觉得这做男人吧，得有骨气，不能吃软饭，花女人的钱呢。虽然你们2个已经……但就算结婚了，这花女人的钱传出去也不好听啊，有损你傅少的名声。对，许特助说的有道理。白小姐，你不好意思做什么？真正该不好意思的是我们傅少啊！我们之间不分你我，至于外人说什么，和我们又没关系。傅少啊，你还真是拿被单子擦脸呢！都怪我之前花钱大手大脚，没有思虑到以后的事情，以至于花光了财产，现在只能花你的了。我的钱。不过别担心，我会想办法赚钱的。天哪，这么善解人意又体贴的女人去哪儿找啊？傅少这是上辈子积了多少德才能碰到像少夫人这么好的女人？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啊！这么好的夫人，傅少，你怎么能如此冷淡？许特助，我们去取钱吧。哎，等一下，最近体寒，你要注意保暖。这个你拿着，暖身体用。不用，我不需要保暖。我需要。傅少这样像极了用花言巧语骗走千金大小姐的穷小子。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怎么了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我妈……哦，你妈和你爸结婚的时候带了不少彩礼，全都留给你了。你回去之后找一下，一并让许特助带回来。骗完自己媳妇儿的钱，现在又开始惦记上自己丈母娘留下的遗产了。傅少，你这也太臭不要脸了吧！我一个外人都要看不下去了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所有的钱都在这儿了，你拿回去给他吧。多谢夫人，多谢白小姐。白小姐今日大恩，我们没齿难忘，以后有机会一定报答白小姐。夫人，对了，白小姐还有什么事，您尽管吩咐。那个，她最近累不累？身体怎么样？她？哦，原来白小姐在问我们傅少啊。我们傅少最近呢是挺忙的，也挺累的，吃不好睡不好的。但白小姐您不用担心，虽说我们傅少没胃口还熬夜，但架不住我们傅少身体强健呢，不会影响你们生孩子的。什么？没，那啥，我信口雌黄，我满嘴胡诌的。那个白小姐，傅少还在等我，我就先走了，夫人。本少身体这么强壮，质量又那么好，自然是怎么累都不会影响。不过西西身体弱，万一熬垮了可不行。看来得找办法抓紧换回来。
陈怡，我之前让你买的奇闻异事书，你给我买了吗？佛像伸手接住从12层掉下的小姑娘，僵尸袭人，鬼穿墙。难道从古至今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灵魂互换这种奇异之事？大小姐，傅家二少来了，正在客厅等着呢。他来干什么？告诉他我没空，让他回去吧。傅二少说有一件关于傅三爷的事，你一定会喜欢。二少，白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知二少找我有什么事？白小姐不愧是真性情啊，就连家里挂着的书法和字画都这么有个性。荡妇这两个字，遒劲有力，能看出对世风日下的抨击。哎，最近那些羞辱白小姐的女人们，她们就是荡妇。这是我妈还在世时，托人从拍卖会拍下的坦荡2字，应该是从右往左读的。白小姐说的是，这次倒是我卖弄了，还希望以后能向白小姐多多学习，能够耐心指点我一番。学习就算了，像你这种斗大的字不认识，就别在这关公面前耍大刀了。说白了就是瞎子看书白费，还是不要浪费时间的好。白小姐还是那么幽默又风趣啊！啊，对了，我这次呢，今天来找白小姐，是因为跟老大和老三那边做交易，刚好缺个证人，就请到我了嘛。我想着这白小姐对老三也有兴趣，不如跟我一起去，就当打发时间了。就是不知道白小姐有没有这个兴趣啊？老大为人阴险狡诈，白珍惜毕竟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大小姐，心思单纯，怕是斗不过老大。如果我去，也能帮帮她。傅家2位大少爷做生意，我去不太合适吧？合适啊，当然合适了。哎，傅家做生意没那么多讲究的。当你见识过那2个穷逼后，一定会后悔喜欢老三，没准就能改变主意，开始追到我。傅大少，傅三爷，大家都是老熟人，白大小姐不必客气。大哥，老三，我上次决定了，邀请白小姐一起当证人，你们应该没意见吧？白小姐能给我们做证人，是我们的荣幸，自然没意见。之前囤了那么多药，怎么也值1个亿。白家虽然是暴发户，但跟傅家比，却相差甚远。白小姐身为白家千金，更不可能见到这么多钱。今日就让白小姐见识见识我的本事，没准还能让她以此对我倾心，招来白家的投靠。你开心就好。好啊，既然证人都到了，大家也别耗着了，开始吧。大哥，这批药物我看过，总计1.5万吨，全都是市场热销药。父皇我亲自去看过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今天我作证，若是出什么事，大可来找我。有白小姐在这儿，老三，你大可放100个心。如果反悔不认账，我旗下的股份全都交给老三。哎呀，白小姐应该不知道我旗下的股份有多值钱，该死，刚才就应该以亿为单位的。大哥，这1.5万吨的药，你打算卖多少钱？我购买时是1个亿，我们是兄弟，自然不会多赚你钱，就原价给你好了。像老大这种见钱眼开的家伙，会舍得1分不赚？如果算上人工，那可就是赔钱卖给自己了。看白小姐的表情，怕是被这1个亿给震撼到。太贵了，不买。你说什么？太贵了，不买。老三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价钱贵可以商量，你这上来就不要，你也没诚心买啊。做生意哪有这样做的？白珍惜从未接触过医药领域，不知道市场的行情。今天的交易倒是为难他了。傅三爷平时那么忙，素来就是一语定乾坤，哪来的时间跟人讨价还价？白小姐所言极是。大哥，老三不会讨价还价，你这个喝个酒都要讨价还价呢，还不赶紧在一旁帮衬帮衬？咱们今天是来谈生意的，赶紧把项目敲定，大家好各忙各的，是吧？哎，白小姐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还算是人说的。老三，今年北边疫情四起，正是缺少药的好时候。哥哥太忙了，没时间去处理这些。你信哥哥的，只要你买，绝对不亏。太贵了，不买。
大哥，老三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的钱全部资助集团了，他是拿不出1个亿。大家都是兄弟嘛，要不多少让一让价啊？老三啊，你说我怎么说你才好？亏你还是富家3爷，你连1个亿都拿不出来，哎，真是丢人啊！既然老二都发话了，我们是兄弟，是一家人，那我就退一步，让你1000万。张口就让了1000万，这不是老大的做事风格。他吃错药了，太贵了，不买。这还贵？老三，我看你不是诚心购买，你不像是来买药，是来耍我。9000万，我1分钱没赚着，你还要怎样？哎，大哥，你也别生气，要不这样，你让老三报个价吧。如果觉得价格合适，咱们就敲定下来。毕竟老三那么穷，咱们都是当哥哥的，多担待担待吧。老三，你说一下你心中意向价多少？7000万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没事，白小姐不用自责。不是老三，你疯了吧？我手里只有7000万。你7500万不能再低了。老三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你要是再压价，这批药我宁愿全捐了，我也不会卖给你。不愧是我选中的女人，这般优秀，1分钟时间又砍了3000万。老三，要我说还是算了吧。你如果真把大哥逼急了，大哥真把这药捐出去，你就只能去市场上买了，其价格肯定比这高。你要是钱不够，实在不行，二哥再借你500万。如果老三不买，我只能去市场上散卖，其效益肯定不如打包全部卖给老三。没了这笔钱，我怎么运营我的故事？这老三简直太狡猾了。那就听大哥的，7500万。好，大哥，合同呢？老三同意了，签吧。7500万，你可以查一下。红的绿的都有啊，老三，你这把家底都给掏来了吧？虽然没赚到钱，还赔了一点，但看到老三掏光家底，貌似也不错。合同收好。哎，老三，你也是，家里就这么点钱都给找来了，那以后恐怕连吃饭都费劲儿，更别提娶媳妇儿。要我说，这谁要嫁给你，嫁妆都得倒贴。瞧瞧我说什么来着？像老三这种穷酸鬼，别说人嫌，就连狗看了都得摇摇尾巴跑了，更何况是女人。瞧白小姐，看都不愿意看老三一眼，想来一定是对他失去好感了。能不能吃得起饭，就不用二哥操心了。傅三爷身为大夏富商，却一直心怀大夏仁义，一心挽救国民经济。像他这样的人不多，傅三爷是个有大智慧的。白小姐，老三今天什么样，你算是看到了。像他这样的穷光蛋，谁跟着他谁吃苦。傅三爷为了大夏经济不被老外侵入瓦解，捐献了自己全部产业，助我大夏击退老外。像他这样优秀的人，人虽穷，但他志不穷。况且若非有傅三爷的资助，大夏也不会那么快将老外赶出华夏商业。傅二少，你又是哪来的时间闲心在这与我扯皮？是，白小姐说的是，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请白小姐不要见怪。我刚刚是开玩笑的，请白小姐不要见怪。傅三爷如果知道有人能理解他、懂他，他一定会开心。傅少，我知道你是个胸怀大志、为国为民的大好人，我理解你，也懂你。你想做什么，放手去做，我会在背后默默的帮助你、支持你。既然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不是，白小姐刚才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哎，老三，意思是你不如老三，他看不上你这个纨绔子弟，心里只装得下老三这种胸怀大志的男人。哎，我怎么就成纨绔子弟了？我不就是爱喝点酒蹦点迪吗？
是我。你身手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最近特意找老师学的。大晚上的，你怎么自己跑过来？有什么事可以电话说。你这样太危险了。别担心，我学武术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现在对自己的身手很有把握。你这么晚了找我，发生了什么急事？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？不想让你折腾，我就直接过来了。这个是带给你的，放到肚子上缓解疼痛。我现在好多了，没有之前那么疼了。你就别逞能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这几天让你受罪了。这有什么事？我一个大男人，如果连这点罪都遭不住，那就枉为男人了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的事我没有给你拖后腿吧？没有，你做的十分优秀。你说7000万的时候，就不怕老二横插一脚，站出来跟我们争抢药吗？你说7000万的时候，就不怕老二横插一脚，站出来跟我们争抢药吗？傅老二虽然很有经商天赋，但他的心思不在我们这儿，况且他心思全在你身上，全程都在看我跟老大争吵，看我丢脸，两败俱伤才是他的目的，他又怎会将怒火转移到自己身上呢？你不断压价激怒老大，你就不怕老大一怒之下不卖给你？傅大少爷囤那么多药，本身就是为了发国难财，但由于国家捐赠药物导致他的计划泡汤，所以那批药物短时间他也卖不出去。对付老外，击垮老外的经济需要大量的钱，他没钱只能靠那批药，所以只要我不是特别过分，他不会不卖给我。况且我都把自己说的那么惨了，以傅老大要强的性格，自是很乐意看你掏光全部家底，看你热闹。傅三爷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可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？傅三爷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可是我脸上有什么脏东西？没有，只是觉得西西很聪明，之前是我下担心了。对了，我今天找你来还有一件事要说。什么事？北方病情肆虐，我之前派人送过去一批药物，最近被你爸知道了，得到了他的赏识，故而引得傅老大的不满。我现在又从他手里低价收购了那些药物，解决了他的麻烦事儿，眼下他应该要对付你，所以我要提醒你，最近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外出，也不要来找我，乖乖待在家里，保护好自己。但我们现在灵魂互换这件事外人不知道，即便有危险，那个人也应该是你。放心吧，我只要小心一点，晚上不出门就是了。他们总不会胆大到光天化日来对我下杀手吧？我向北边送药，得到了父亲的赏识，他应该会褒奖我。如果他奖赏我，你就向他求娶我。一旦我们结婚了，我就可以寸步不离地保护你。傅三爷说的这些话是认真的吗？没错，我是真心想娶你，但如果以后你遇到了喜欢的人，我还是会退出，还你自由，这个你放心。傅三爷还真是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我也不想。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发现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要回去了，你最近要照顾好自己，有什么不懂的事你就问陈毅吧。暖手宝，谢谢你对我这么温柔体贴，你是不是同样对我心动？少爷，家里出事了。好端端的叶娇娇怎么会生病？叫私人医生过来了吗？他怎么说？医生说叶小姐病发突然，暂时还没查出什么病。叶娇娇万一在傅家出什么意外，傅景慈一定会难过自责。你马上开车去接曲医生过来，他医术精湛，一定能查出病因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傅少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一定要救救娇娇小姐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娇娇有事的。
什么味道这么刺鼻？哼。剑慈哥哥，娇娇知道这么多年了，你对娇娇是有感情的。叶娇娇，你不是生病了？你怎么？我是生病了，我得了相思病。剑慈哥哥，娇娇真的好爱你啊！叶娇娇，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剑慈哥哥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害你的。叶娇娇，我只不过是想跟你更亲近些罢了。叶娇娇，你疯了！我只是想做你的妻子。许特助，许特助，剑慈哥哥，你不要白费力气了。像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我怎么会让别人来打扰呢？别墅里的人早都被我支开了。剑慈哥哥，我不想当你的妹妹了，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傅家的三夫人。我才不想嫁给普通人，过那种平淡庸碌的生活。我只想当豪门阔太，被人崇敬吹捧的存在。你别怪我，谁叫你屡次拒绝我，我也是实在没办法才对你下毒的。白珍惜，怎么是你这个贱人？你来做什么？滚！你怎么样？被人下了药，身体快撑不住，快带我走。我们走。你可以走，但是慈哥哥他必须留下。滚！我费尽心思才把别墅内的保镖都支走，眼看就要跟景慈哥哥春宵一刻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我才很难找到机会跟景慈哥哥接触。白珍惜，你害我阔太太梦破碎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，你给我去死！白珍惜，你给我去死吧！你最好祈求他没事，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。再忍忍，曲大夫很快就来了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别碰我，走远点。珍惜，是我是傅景慈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知道你是傅景慈，但是我中了春药，跟异性接触，我怕控制不住我自己。那怎么办？那你需要我。三爷，我们真的可以吗？现在这样，你真的下得去手吗？确实下不去手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？珍惜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医生，快滚进来！医生，曲医生，快来看看。三爷，您在这儿，不是叶小姐被下的毒吗？难道你也……这到底是谁干的？敢对咱们三爷下毒？赶紧闪开，别在这耽误时间，叫曲医生给三爷看病。哦，对，曲医生，你快给三爷看看。他被下了催情香，已经控制不住自己，开始随便抽药了。他的衣服不是你一个外人能脱的。不脱衣服怎么给三爷打针呢？白小姐，我知道你对我们三爷深情，但现在事关我们三爷的性命啊！还请您让曲医生赶紧医治，免得耽误了最佳医治时间啊！没想到夫人是个大粗包，曲医生这样的老头子的粗腿师，
行吧，行吧，赶紧治。听说这个药会伤到根，一定不能伤到根本。夫人简直是男人中的男人，这样的话都能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来，厉害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现在把叶娇娇带到我房间，我一定要好好问问她。叶小姐不是和三爷一起中了毒吗？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叶小姐没事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夫人确实很像我们三爷，就这气势，不是一般女人能比的。阿勇这小子总算说对了一次。你给我放开！白珍惜，这是慈哥哥的家，不是你的家，你没有资格在这耀武扬威。现在我是他女朋友，以后我是他夫人，你说我有没有资格？哎，这不到最后一刻，谁能嫁给慈哥哥，还说不准呢。行了，我没空跟你废话。叶小姐，请您站起来。哎，三爷的书房除了三爷，只有白小姐能做。凭什么只有她能做？她只不过就是慈哥哥，就凭我是他最亲密的人。叶娇娇，死到临头你还在这嘚瑟，说你为什么给三爷下药？为什么给三爷身边的保镖下药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撕了你的嘴巴！什么？三爷是被叶小姐下的药？你血可喷人！白珍惜，别以为你随随便便给我扣顶帽子，我就可以认了。我没有下药，反倒是你半夜偷偷潜入傅家，还把保安给迷晕了。你这安的什么心啊？徐特助，你赶紧把这个用心不良的人给我抓起来！死鸭子嘴硬，今天我就让你心服口服。阿勇，进来。白小姐，我已经把所有昏迷的保镖弄醒，正如你所料，他们全都是因为吃了叶小姐的东西，才失去意识。我没有下药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白珍惜，是你联合他一起来污蔑我。我要告诉慈哥哥，让他替我做主。慈哥哥，我17岁就跟着三爷在华尔街闯荡，叶小姐，你怀疑谁都不应该怀疑我对三爷的忠诚。还挺严。叶娇娇，这些年三爷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做出这种恩将仇报的事？你对得起三爷？我和慈哥哥的事情和你有关系吗？白珍惜，只要是我的事，就和他有关系。你怎么下床了？医生不是说要你好好休息吗？没事。慈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帮一个外人来一起欺负我？哼，你是内人，你给三爷下药；你是内人，你给别墅的保镖下药。如果今天仇家来报仇，三爷的命很有可能就保不住。你就是这么当内人的。白珍惜，你夸大其词，哪有那么夸张啊？慈哥哥，我只是想让你好好放松放松，我哪有那么坏的心思呀？慈哥哥，你知道的，娇娇心思很单纯的。你单纯，你知道怎么买药，怎么给三爷下药。你单纯，你知道怎么让计划进行，怎么给别墅的保镖下药。叶娇娇，你可真是单纯，单纯的心都变成黑的了。你这样自私自利、心狠手辣的人，把你留在别墅就是最大的危害。你现在就给我搬出去，滚！你凭什么让我搬出去？慈哥哥，我这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亲近你，你不要听这个贱人的。你已经长大了，男女有别，我们不需要那么亲近。我之前说的话也算数，会送给你另外一套别墅，你搬出去一个人住。慈哥哥，你不顾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轰我走，就是为了白珍惜这个外人，你好绝情啊！自己做错了事，凭什么怪到我头上来？叶娇娇，是我让你给三爷下的药，还是我让你给别墅保镖下的药？还是说是我让你勾引的三爷？叶娇娇，你一个女孩子，两面三刀，思想歹毒，你根本就不配当人。这个别墅也别给他买了，把他送回老家，
以后你就在老家生活。此哥哥，娇娇真的错了，珍惜的话就是我的话。许特助，买最早一班的机票，拿到老家。是。此哥哥，我哥哥要是知道你这么对他心爱的妹妹，他在天上都不会原谅你的。看来三爷又开始心了，今天这个坏人只能我来挡。如果不是你哥，你觉得你能来别墅生活吗？商场如战场，你哥本来就有错，他把人引到我的住宅，将我置于危险。你哥本来就是有罪之身，替我挡一枪也只不过是弥补过错。如果不是你哥在临死之前苦苦哀求我，我怎会留你？我知道，此哥哥，你对我哥、对我都很好，所以我才想嫁给此哥哥，来报答你的恩情。我之所以留你那么久，也是因为你哥苦苦哀求，我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你本来可以一直在别墅待到出嫁，但你做了那么多错事，我也留不住你了。此哥哥，你听我说，别说了，阿勇，把他带出去，今晚就走，把他送回老家，然后给他100万，不，给他10万现金，然后让他永远也别出现在我面前。白珍惜，你凭什么替此哥哥做主？就凭我让，10万块钱已经不少，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少不少，咱们的钱都是你赚的，不能瞎花。少爷和少夫人的互动好甜啊，当场磕 CP， 这种感觉谁懂啊？此哥哥，你不能让我走，我还没有嫁给你呢，我还没有跟你结婚。三爷放心，我现在就把他送走。走。哎呀，这叶娇娇手劲真大呀！我去帮她。终于走了，真没想到，他之前的乖巧都是装出来的，是我识人不清。下雨了。白天还艳阳高照，晚上怎么突然下雨了？山雨欲来，山雨。怎么，累了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，将来迎接我们的会是狂风暴雨。怕吗？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可能就不怕。山雨欲来，山雨欲来，那不如我们先共赴巫山云雨。有什么事，日后再说。